中國最近有兩件事情看起來毫不相關，但本質上都凸顯了中國內部的基本矛盾，還有它左支右絀那種硬的打不下去，軟的又怕丟臉的矛盾心態。第一個就是中國花了大錢，花了23億，找了現在中國一線最好的演員，拍了一個歷史大戲《澎湖海戰》。澎湖海戰的口號就是統一台灣勢不可擋。對習近平來講，統一台灣就是他任內最高的渴望、最大的志業。如果你是統一台灣勢不可擋，那剛好是符合習近平的願望，符合習近平的政策，不是嗎？可是這一部大戲卻在上映前竟然拿不到龍標，拿不到龍標就是你沒有辦法拿到上映許可，你根本不可能公開放映，這就怪了。這樣的一個大戲，而且完全符合中國的意識形態，你怎麼可能說停就停，而且說得這麼難看？當然，對內外都有很多的說法，國際內部的，但有一個是台灣人很難想象是，它竟然引起了中國內部的中間之變，等於說是正統之論。什麼叫中間之變、正統之論？因為中國現在我為了要統治，我就搞了我所謂的民族主義，搞民族主義，竟然沒有想到把漢民族主義也給拉出來了。而你要知道，中國人口裡面90%是漢民族，那對於這漢民族來講，漢民族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羞辱、最大的悲傷，其實就是澎湖海戰，就是當時康熙把整個中國民政最後的一個法統、最後一個正統給消滅掉，那是漢民族最大的羞辱。就沒有想到這件事情，澎湖海戰本來想說是對台灣統戰的，是武統的壓力的，就變成了內部的中間之變。變成了說，他們認為施琅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奸臣、最大的壞人。而這樣的討論下去，有趣就在於說，這個討論發展下去的話，兩岸到底誰是正統？兩岸誰才是中華文化真正的繼承人？這就是蔣介石當時在台灣要搞中華文化復興總會，要把龍藏經拿到台灣的原因。而沒有想到，蔣介石當時下的那個棋，在現在竟然還在發酵當中。另外就是中國現在嚴格管制它的出入境管理辦法。過去你要嚴格限制人民出國，你要有明文規定，你要有公文書。現在只要我懷疑你對國家安全，你對我的工業的這個所謂的機密有所損害的話，我就可以在不告知你的狀況下，我就限制你出境。很多人是到了機場才知道，哦，原來我不能出國。一個國家如果對自己這樣子嚴格管制，就代表這個國家的人一定出了問題。因為現在全世界除了北韓以外，大概沒有一個國家現在像中國一樣這麼嚴格的限制自己的人民他的行動自由。所以中國的內部到底發生什麼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好，我們今天又非常高興的邀請了明居正老師來跟我們聊一聊這樣的事情。明老師你好。主持人寶傑兄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苗老師，我們現在看到第一題，就是現在中國國務院關於出入境管理辦法的規定，它等於說修改了出入境管理辦法。那以前當然它的出入境也是它的內部限制，可是它好歹在外表上我要有明文規定，外表上我對你的限制我要有公文書給你，可是現在沒有了。現在看它實質作為是，我只要懷疑剛剛講幾個。你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口，違反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我就可以不准你出境。等於說我不讓你出境，你就不出境，而且當事人可能都不知道。你事先不知道。那在中國為什麼突然要做這麼大的動作嘞？大家先看一下第4條的文字哈。中國公民違反出口管制、技術進出口管理等規定，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國務院、商務等有關主管部門可決定不准其出境。對，看起來是有文字了，對不對？但是中國大陸的法律，我常講，我說我們他們不是講過嗎？他寫的越模糊的，他越會執行；寫的這個越仔細什麼，那可能反而不執行。比如說什麼，你有人身自由啦，宗教自由啦，然後什麼遷徙自由，什麼工作什麼等等，寫得很好的。他就不會執行，寫的是模模糊糊的，他會執行。對，為什麼說是模模糊糊呢？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等，然後可以決定不准其出境。我們一般這個民主國家規範這東西，我們講的字句很清楚。模糊的地方最後交由法官來審理，因為總會難免會有模糊的情況，交由法官或陪審團來審理。他們就是我就決定讓你不出境。對。不出境就算了，可以抓起來的。
可以抓起來的。而且我覺得，大家會覺得說，你為什麼弄這個東西？你剛剛不就問的問題嗎？其實這麼多年來呢，他們已經在執行這件事情，只是沒有法律，只是沒有法律。現在寫出來只是假裝我比較有法律，只是這樣而已，沒有差別。所以你看他常常講說，哦，我們依法幹什麼？有沒有？他們那個國台辦也好，或什麼外交部的發言人也好，哦，我們中國這邊什麼，我們依法什麼等等，講起來一副好像是很進步一樣的。他的法律全部是荒腔走板的，所以我每次看他講這話呢，我就覺得很難受。我就把他說你們到底在依什麼法？現在回到我剛剛講的這個案例哈，為什麼我講說他沒有這法律還這樣幹呢？最近不是有幾件事情嗎？一件事情是我們看那個新聞，說一個人發了一個消息，說他原來是中國人，對，然後跑到日本去了，然後規劃日本呢已經13年了，在日本也做企業做得很大。好像他的總資產到8000萬人民幣吧？對，8000萬人民幣。對，那就是幾十人一個公司，你說大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你說一個人移民到國外10幾年，然後能夠創出一個事業來，也不簡單了。回到大陸去之後呢，現在說出不來，然後再逼在鏡頭說，我放棄這個日本國籍，啊，我放棄日本國籍，然後願意接受這個中國的法律什麼的。放棄日本國籍就是切斷外國對我的切斷就是我現在是日本人嘛，對不對？切斷日本對我的實領的保護。那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呢？對，2018年吧，也是香港銅鑼灣書店。香港銅鑼灣書店不是有個人叫桂民海嗎？對，桂民海，他已經在瑞典已經是公民了，跑回大陸去也被抓，抓完之後也公開承認放棄瑞典國籍，然后最後被審判。所以我說這個事情，他有法律跟沒有法律沒有什麼差別。對，他都可以這樣幹，他都這樣幹。那我不好意思的講一句啊，台灣人根本沒有這個事情，他就是中國公民，他沒有什麼放棄台灣國籍的事情，沒有這個問題。所以你說，如果今天台灣進到了中國，如果我今天被認為說你有國安問題，你有產業這個所謂機密問題，我也可以用各種理由不讓你回來，不讓你離開。我們很多人不都這樣子嗎？包括我們學界有些朋友，過去我們認為比較親共的，對，我們認為比較親共，我們底下都說，哎，他比較紅比較好，結果他去被抓了，對，到現在還沒放啊。另外上次不是有一團10幾20個人，然後也出了問題嗎？對，說是一貫道吧，一貫道是不是？然後也出不來，所以他有法律跟沒有法律沒有什麼很大差別。我說你犯法你就犯法，對啊，我說我不讓你出來你就不能出來，就這麼簡單。可是中國現在对管制他的人民出國有比以前更嚴格嗎？那也就是說，現在大家不懷疑的說，你以前不是覺得你大國崛起嗎？你不是一個幸福美滿的國家嗎？你為什麼擔心你的人民居然出去呢？而且剛剛講你人民出去，有人講說你這個規定，你這種限制，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跟你一樣，那就是北韓呢。不是說它叫西朝鮮嗎？哦，那邊叫北韓，這邊叫西朝鮮嘛。我們再讀一下這個，可能危害國家產業安全、技術安全的。產業安全你大概可以了解，技術安全就是高科技。加一個他們沒說，金融安全。你帶錢帶出去也不行，現在不要說帶出去了，你在國內啊，在大陸裡面，你存錢存進銀行取不出來的案例比比皆是啊，對不對？我們都看到了。那麼也就是說，他們現在對這個管制呢，從過去管錢，然後到管科技，現在到管肉體了。所以就剛你剛講的哈，對自己太沒有信心了，然後管的就是越嚴越好。共產黨有很奇怪的地方哈，我以前就講過，我說他們對於周遭的事情呢，他掌握得一清二楚。每一件事情他都想知道。那時候不是國民黨最早一個團去大陸回來，我們就跟他聊天嘛。我說有什麼差別？他說局長，匪就是匪。我說怎麼會這樣講？他說這個共產黨講說我們現在已經這個很寬大了，跟過去已經很相比已經很開明了。過去你們2個人在角落講話，我都想知道你講什麼。現在你們3人講話，我就看一眼而已。對。他是這種心態，所以我說，奧巴馬自己在回憶錄都講說，他的代表團進到房間的時候，一門一打開，居然有人在裡面翻他們的行李。是，這個完全不奇怪。
唯一奇怪就是怎麼做的這麼難看被發現，照理說應該外面會有通風報信的，或者看好什麼的，然後就跑掉了。你講到這，我再講個例子哈。我們海基會第一次到大陸去跟海協會開會，當時我們一個女的工作人員忘了什麼職位了，然後回來她講個故事。她去了那邊之後，因為去的比較匆忙，一進到旅館呢，把東西丟下就跑去開會。好，開完會回來的時候要洗澡，然後弄了一天了嘛，要洗澡，一打開，哎，沒有水，啊，真沒有水，然後他怎麼辦？哎，突然電話響了，把他接，你沒有水是吧？我們怎麼辦？我還沒報告你就知道了。我在房間說我沒有水，對，電話就知道，響，電話就響你就知道，然後跟我講說你沒有水要來修。後來我們就好奇問說，那你那幾天沒洗啊？他洗澡，那怎麼洗的？還有穿衣服洗。那然後呢？穿着衣服鑽進被窩去換衣服，這個我已經不奇怪了，他們如果不監控才奇怪了。以共產黨個性來說，所以我常常勸我們的朋友們，你們進出大陸要小心。現在連進出跟大陸有引渡條約的地方呢，都要小心。那現在中國不但是說我現在限制這些人嘛，是因為它重點是我要跟美國打這個科技戰。你說其實限制這些人很重要的是說，我現在中國在打這個科技戰的時候，我也不能容許這些人流出去，因為現在對中國來講就是這些資本。對，現在看起來這些人是開始在跑了。如果不把這些人留住的話，看住的话，不把看住的话，你這個科技戰你一點勝算都沒有，打不下去。因為大家知道他不是有個千人計劃嗎？對，千人計劃就把外國的那些華裔的那些學者、優秀科學家呢拉回來。那有什麼黃河學者啦，什麼長江學者什麼等等。他們最近最成功的一個案例呢，是把原來哈佛大學前化學系主任 Charles Lieber 挖到大陸去。原來不知道在哪邊，現在好像跑到深圳去了，做一個很特別計劃，叫什麼腦機互動，就人腦跟機器互動。它像簡單說了，大概是在腦袋裡裝個晶片，或者在什麼裝個晶片，讓人腦跟着晶片互動，可以打造什麼東西？現在大家猜的大概是2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就是打造超級士兵，因為你有人腦機互動；第二就是，當然表面上說啊，我讓什麼瞎子能看到啦，聾子能聽到什麼，這當然是會有的。但他們真正關切的就是，我是不是能夠打造腦機互動的超級士兵，或者說超級人，但是要做這種東西，所以共產黨的想法很可怕，然後剛好又碰到這種怪物呢，我們叫科學怪人呢，所以雙方一拍即合。這種計劃也不是今天開始的，其實1950年代他們剛剛建立政權的時候就已經挖了大量人回去，所以他2彈1星都這樣做出來的。今天只不過故技重施罷了。現在怕什麼？現在怕他自己本土的科學家跑掉，怕他投奔自由，是怕這件東西。所以他叫我嚴格管制這個東西。那所以說現在我們常講為邦不入，亂邦不居。你現在到了中國去，真的是有可能隨時就出不來了。是，你也不要去，我不要去，你也不要去了。OK， 另外就是我們回到那個澎湖海戰。澎湖海戰很妙是，你的口號叫做統一台灣勢不可擋。這是習近平任內最大的一個志業，對，就沒有想到在上映的前他的龍標居然拿不到，就是你沒有辦法拿到上映許可，你已經花了23億元，而且我看了一下他的演員名單，大卡司都是全部在大卡司，你花了這麼大的這個大卡司，你找了這麼多的錢，你這麼大的一個動作，而且完全符合你的意識形態，就沒有想到你在上映前你就等於說不讓他演了，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反映出這中國內部非常大的問題。我覺得一個是比較小的考慮，一個是比較大的考慮。小的考慮應該是時間點的考慮，譬如說他現在8月多了嘛，對，他9月份要到美國去，那如果這電影放出來之後呢，那美國說啊，你看你還要打台灣什麼的，可能不太好，所以這是第一個考慮。第二個考慮就是11月份我們要大選，他大概希望操縱台灣裡面的選舉，希望某些黨派呢能夠成功這個掌握。不管是國會多數啦，或掌握那個地方上的縣市長多數什麼等等，那如果搞武統的話，那可能產生反效果，比如說被另外的政黨拿來反打呢，打宣傳戰呢，對他屬意政黨不利，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主要的考慮。第三個就是我上次講過，那現在大概看起來越來越像了，他
習近平不是要連任嗎？明年要連任嗎？看起來要連任了，他好像拿不出政績出來，所以想办法把台灣拉近了，大概是他唯一现在能夠大概可以爭取得到的政績。但如果說現在一下又搞武統，大喊武統的話，因為施琅海戰、澎湖海戰呢，講的是武統啊，它不是和平統一，是武統啊。那你這樣搞起來的話，那跟這個現在宣傳主旋律不合，主旋律是和平統一跟和平談判，對不對？我們上次已經講過了，下次我們可以有機會再來談一談。所以現在他把這些這樣的放大來講的話，可能跟主旋律相違背，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一個比較短期的考慮。長期的考慮呢，台灣一般人是不太知道的。大家一般有沒有聽說過叫做1644史觀？這個你是知道的，對啊，1644史觀。那麼也就是說，我們先說1840史觀，我們其實也相信1840史觀，對不對？我們認為說，中國近代史的這個切割點呢，就1840鴉片戰爭。那鴉片戰爭打敗了，所以就怎麼樣。那這個如果不爆發鴉片戰爭，那就怎麼樣。所以一般來說呢，大概我們的斷代呢都是1840，就鴉片戰爭。但是大概這幾年吧，可能我忘了準確時間，那沒有10年8年，大概5、6年跑不掉。大陸有一批學者呢推出叫做1644史觀，也就是明朝跟清朝呢這個怎麼說呢？改朝換代之際，也就是說這批人啊，就是抱着1644史觀的人，我講長話短說哈，抱着1644史觀的人，他們認為，中國近代會落後什麼呢？不是因為這1840鴉片戰爭，而是因為明清之際呢就已經這個衰落了。明朝他說他那個時候呢，其實算相當進步，作坊啊什麼已經開始了，在沿海呢什麼已經出來的小規模的。如果沒有後面這些干涉的話，它會這個蓬勃發展的。所以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可能爆發在中國。其實很早有一套書的就有類似想法，李約瑟《中國科技論》或《中國科技文明史》啊，他已經講了，那個當時很大一套書，14本。其實我看是第1本，對，就那個就摘要本那個，他講得非常清楚，但後面很多我就翻一翻了，就將來吹噓要用嘛，這個是比較主要的，所以他就認為，如果那個時候不加干涉，也就是清朝不進來，沒有說去牽制文字獄啊什麼等等的話，那讓這個繼續蓬勃發展，那可能就已經發展起來了。所以1644史觀呢，跟這個就接上了。1840史觀認為說，滿清的統治是可以的。那之所以出問題，就外國人打進來，然後滿清擋不住什麼等等。所以這個東西呢，澎湖海戰呢，一不小心就挑起，就是說，那你看，你那時候追殺明朝，你讓明朝活不下去，所以就變成這樣了。如果那時候不追殺明朝，然後讓明朝繁榮昌盛發展下來的話，那說不定也不錯。所以你就聯想到說，你那時候共產黨不革命，啊，讓國民黨這邊好好搞，那國民黨今天會搞得很好。有人說，你看國民黨台灣不是搞得很好嗎？所以這下就犯了他的大忌了。所以應該這樣說吧，不小心觸動了玻璃心史觀。我覺得是這樣。因為1644年那次剛好是明思宗梅山自縊，是，所以他們就講說，中國的整個衰敗其實是從這個明思宗對這個滅亡開始。可是明朝滅亡其實有個關鍵是，那是漢民族最大的恥辱。孫中山開始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其實本來是把滿族當成一個敵對的勢力的，就是說沒有想到現在漢民族民族主義起來了以後，他反而覺得說，那施琅才是奸臣啊，你是叛徒啊，你是把中國漢民族最後的一個法統、最後一個正統給消滅掉。沒有想到我在中國那邊還有這種矛盾。你是施琅來打明政，是漢人消滅漢人，對不對？是。其實我很早就知道大陸有中華民國派。我很早就知道，然後很多人跑到台灣來，我也碰過。那有人在台灣還蠻活躍的，然後他們跟大陸裡面有些人有聯繫，然後他們說啊，大陸中華民國派在做什麼做什麼。最近不是才有人在哪邊又掛了那個中華民國國旗被抓了嗎？一個17歲還是15歲學生，17歲還是15歲的學生，他自己就有這種，用日本來說就有這種覺悟，他就會做這件事情。所以我們還真的不要低估，也不要小看自己。我們常講，我說，中華民國在台灣成就，將來大陸不管怎麼樣，他一定要參考。
這個是跑不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各方面呢，他得拿回去好好看一看。這點呢，我們還不要妄自菲薄。是，那會擔心中國武統的，其實很多是拿俄羅斯來做借鏡。是，想說，俄羅斯被全世界這樣制裁，被這樣的封鎖，他都該打4年，而且現在這還對全世界造成很大的威脅。現在連整個講中東歐區都非常的一個緊張。可是有人想說，那如果俄羅斯可以撐那麼久，那以中國的經濟實力來講，它當然可以撐更久啊，它的危害一定更大。不過另外有人講說，那完全不一樣，俄羅斯是完全是一個閉關自守，它是自給自足的。你如果從中國來講，它70%的燃料、70%的糧食都是從進口的，所以中國如果要武統的話，或者說它真的要發動一場戰爭，它接受全世界制裁的這種承受能力，它是非常脆弱的。對，俄國撐得久是撐得久，但是反過來說，你覺得普京當年希望撐那麼久嗎？當然不希望，當然不希望嘛，對不对？這個普京原來以為4天就打完了，還以為說是我到時候就是這個光宗耀祖的遊行進烏克蘭，然後把烏克蘭收進來，然後我們就打造一個大俄羅斯聯邦，大家都這樣想。所以很多俄羅斯軍隊當時進兵烏克蘭的時候是帶着禮服進去的，他不是帶着什麼野戰服進去，當然有野戰服，但重點是我帶着禮服進去，有人說4天就打完。我記得那時候 CIA 還公開喊話問澤連斯基說：“哎，你要不要出來？我可以幫你出來。”就沒想到要打了這麼久。我們覺得打了4年，歐洲人怎麼看？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們是這樣看的，因為對他來說那衝擊很大。對你剛剛講說，對俄羅斯他基本上可以自給自足，要這樣說，他在打仗的情況下勉強可以自給自足，但戰爭打久了大家都受不了。現在他已經感受到了。當這個烏克蘭能夠打到這個烏拉山以東，然後打到你這煉油廠，打到什麼時候，然後你俄國人自己要排隊買油的時候，你對戰爭感覺就不一樣了。好，這第一個。第二句你回頭看呢，其實中國到了今天的這經濟結構呢，恐怕更不耐長久戰爭。更不耐長久戰爭。他現在不是已經是世界工廠了嗎？他現在製造飛彈的、製造武器的能力都全世界第一了。對，但是他很多原料跟什麼從外面進來的。你剛剛說那個糧食什麼東西，我們光不要說別的哈，他對糧食這些依賴啊，對外在糧食依賴呢，當然數字不一樣，應該這樣說，我過去看到對他比較有利的數字是，他的糧食自給自足率是83%。哦，我看過最好的數字。換句話說，他每年至少17%的糧食從外面進口，進口什麼？基本上是黃小玉，黃豆、小麥跟玉米。基本上只有這3樣，當然還有別的東西，雜糧什麼，包括大米在內也有部分進口的。另外就是他在別的地方，你說他糧食自給自足，他在別的地方是租地種地，然後把糧食拿回來的。他在烏克蘭跟在非洲呢，他是租地的，租農地，然後把它收割進來之後呢，算本國糧產，他是這樣算的。你如果把那個扣掉的話，那這個對外面依賴度就非常高，這第一個。第二呢，別的不要說，光說黃豆吧，中國人對黃豆依賴是非常高的，對，全部吃光了。我們從豆漿開始到這個大豆，然後做豆腐什麼豆渣，最後呢還拿去餵豬，反正捐地不剩。那過去的黃豆呢，他們大概每年需要是1萬多萬噸，自產是1500萬噸。所以它需要進口差不多是8-9千萬噸。大家都以為第一大進口國是美國，不是，巴西。它從巴西進口大概5-6千萬噸，然後美國進口3-4千，然後再來什麼阿根廷啊、加拿大啊什麼等等，讓這樣加起來。然後大家說，那他難道不可以用巴西的去取代美國嗎？不完全可以，大家都想不到原因。一個是北半球，一個是南半球。生產時間不一樣，這第一個。第二，品質不一樣。美國的那個，你不管是不是基因改造，第一呢，它雜質比較少；第二呢，它出油率比較高；第三，它價錢比較便宜。所以這3個呢，它就打敗了很多國家。所以你說要它完全被巴西什麼取代，它做不到。這第一個。第二就是呢，中國大陸的經濟呢，我們上次都談過。過去呢，它對房地產的依賴非常高，因為房地產還有上下游，什麼下游什麼裝潢了、油漆了什麼等等，上游是建材了什麼的，這基本的水泥，這樣一路下來，所以過去你看那大陸這個，我們看的大陸來到台灣的電影，
很多的房地產啊什麼碧桂園比較對，很大比較低階的呢就是中介，比較高階就是那大的集團呢，所以那故事上下串聯看得非常好看，然後那些房子都很漂亮什麼的呢，我們覺得哇，真的很心動。然後小區呢弄得很美輪美奐的，然後大家開着車進來，然後刷卡進出的，我們就心生羨慕。對，那是經濟很好的時候。然後大陸這些房地產公司，他們怎麼說呢？都有國營企業的老毛病，喜歡做大做強。所以我有100塊錢呢，我做500塊的生意。為什麼？我搞槓桿跑去銀行貸款。買了一棟房子之後呢，就跑去建價，然後建了80塊，我就貸80塊，然後把這人貸出來，再買一個房子，建價建到60塊，然後再買一直這樣，所以我一棟房子可以建，可以這樣一路搞下來，最後就是呢槓桿非常高，然後銀行借錢非常多，但我自己本身的錢呢現錢是非常少的，所以現金流呢是很危險的，一旦某個地方一斷掉，我全部就斷掉。所以你看什麼碧桂園也好啦，或者什麼花樣年什麼的，一出問題了就整個出問題，然後哇就整片倒，花了好大力氣蓋出了一大堆一個社區，最後呢沒賣了幾棟，要全部炸掉，要全部重來。所以房地產一出問題呢，上下全倒。那麼我一個朋友講過，我上次也是簡單講過，他說一旦這個國家房地產出問題的時候呢，大概7年之內。一定出現金融危機，因為它拖垮銀行。對，現在大陸已經慢慢出現，這第一個。第二，房地產出問題的時候，地方政府的財政出問題，這我們過去也談過了。另外就是通貨緊縮，通貨緊縮一個最大原因就是第一呢，他們生產過剩，當然表面看說你看我生產能力多強，我製造業多強，沒有錯，這第一個。但在這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裡面或資本主義體制裡面。我一旦生產過剩，我賣不出去，我不敢再生產。對，因為我庫存積壓，然後我的現金上不來，我吃不下，我可能要倒賬的，可能我要這個倒閉的，所以我不會做這事情。但為什麼他會做呢？因為他覺得無所謂，我們多做之後，然後多生產之後，完了之後我賣出去我傾銷。上次我們不是談到傾銷問題嗎？所以我用“一帶一路”我傾銷出去，就把“一帶一路”那些國家一個都打扁了。對，現在看起來說，哇，我有1.2兆的或1.2萬億的這個出超什麼的，我根本不需要美國市場，不是，他需要美國市場，因為美國市場仍然是最大市場。現在我短暫的轉到別的地方去，那是1次了，他們很難買2、3次的。對，就算買2、3次哦，他很難再買下去，而且利潤很小，利潤非常小。他们已經講到捲到不行了。這個我們內捲的事情將來有機會再說，今天就不多說了。所以這樣搞下來之後呢，你就發現說它引發的問題非常大，房地產出問題，然後這地方政府財政出問題，然後這生產過剩，然後傾銷。現在呢，外國開始說，我也開始逐關稅壁壘，我阻擋你傾銷。歐洲國家已經開始了，對不對？很明確了。然後現在歐洲國家準備跟他打貿易戰了。你覺得非洲、拉丁美洲跟東南亞這些國家將來不會起來嗎？他們將來真的就說我讓你打下來之後讓你把我打扁嗎？不會做這事情。所以他的1.2萬億的這種出超呢，維持3、4年了不起了。將來再走下去，我看很難。所以他自己曉得說，我不重新打開美歐市場呢，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對他來說，這是很迫切、很真實的危機。可對很多支持中國的人來講說，他現在很多經濟數字還是漂亮啊。你雖然講說他這個出超，他已經創了全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出超的這個數字了。他說這個出超畢竟是真實的啊。是，對，我剛剛講了，這出超真實的，問題是你能維持幾年？這才是重點。你出超1年、2年、3年，你能出超，可以出超。你可以出超到這麼大，維持10年8年嗎？大概做不到，所以他心裡有數。而且，這樣講吧，你多久換一輛車子？對不對？這樣就講完了嘛。你衣服你可以經常換，天天換啊。這件衣服我穿了2天不行，我丟掉了。車子你不會這樣做，電腦你不會這樣做，手機年輕人會這樣做，你我大概不會這樣做。是不是這樣？所以也就是這些貴重的財貨呢，大概你要經常換不太可能。所以他不是說以舊換新嗎？以舊換新推1年呢，推不下去了。對，你天天換冰箱，天天換汽車，天天換房子，不會了。各位寶傑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
您對我們的支持，還有您對我們的指教，其實我們都會認真的閱讀，因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們自己反省，我們要自我檢討，甚至我們未來怎麼去調整方向的一個關鍵的因素。所以我們就剛剛講到的，就是你現在的這些留言有什麼留言，那我們可以怎麼樣子來的跟觀眾來進行回答。淑娟說：“支持寶潔及團隊，你們是最優秀的。”非常謝謝您的肯定。當時講說，我們的節目其實還有很多改進的地方，那這種改進也是我們每天都在做的工作。聽後X5R他說，政府部門主管機關應該管理一下，堅決不讓中共產品進來台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就是現在大家覺得很難思考，是說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的網購，現在很多的網購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網购是這樣直接進來。那你如果说沒有任何的管制，現在很多國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說為什麼我们台灣在這方面沒有管制。你沒有管制，第一個你的品質，第二個你是對台灣的商業、對台灣的產業會不會有傷害，這都是政府應該面對的問題。Rookwood 0222他說，天佑台灣，感謝寶潔，一起保護台灣，台灣人加油。當我們希望說在台灣這塊土地裡面，我們真的好好的守護，好好的來保護這個國家。Karen 說：“感謝寶潔哥製作這麼好的節目。其實能夠做這樣的節目，其實是我覺得那是一種福分，那是一種福報，我們會非常珍惜。”喂，20110他說他看了正習會那一集，他說只有我覺得鄭麗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嗎？對於鄭麗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們不予置評。立刻他看了川普無視習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說中國與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這樣子比較通順。也就是說，中國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實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實是台灣。我们從來沒有挑釁過對方。好，剛剛講到的，我們非常認真的來做我們的一個工作。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我從以前我其實沒有任何政黨，那我也不去標榜這個東西，我只告訴你說，我們現在在這塊土地裡面，我在民進黨跑那麼久的時候，我學會一句話：相信台灣，相信人民，相信台灣，相信人民。這是我做這個節目裡面最中心的思想。